打开今天保利集团的官网，满屏都是岁月静好、高端地产、国际拍卖、圆明园兽首，外加那句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的品牌 slogan。但如果把这家世界500强企业的时间轴往回拨40年，你会发现，它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既不是盖楼，也不是倒腾古董，而是这个星球上最硬核的 B2B 出海业务——卖军火。保利的前身叫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诞生于1984年。在那个外汇枯竭、国家穷得叮当响的80年代，面对隔壁打得死伤100万的两伊战争，这家背靠军方最高实权部门和顶尖权贵家族的窗口公司，展现出了极其超前的互联网商业思维。面对交战双方伊朗和伊拉克，他们既不讲究意识形态，也不在乎地缘阵营，直接搞了一波双向供货。你们在战壕里拼刺刀，我在后方搞批发，主打一个极致的客户中立性。这看似是一次基于现实主义利益考量，以赚取外汇为目的的跨国贸易，但历史暗流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正是这波操作，在无意间为日后重塑中东武力平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完成了最硬核的装备与技术奠基。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张狗剩。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来扒一扒当年这场在冷战夹缝中与全球军火贩子共舞的出海操盘产生的地缘余波是如何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线，最终死死扼住了当今全球航运的咽喉。要说中国和伊朗的交易，首先得搞明白一件事：1980年代初的中国到底穷成什么样？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今天这个 GDP 全球第2的世界工厂，它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中惊醒过来，国库里穷得能跑老鼠。大家可以去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开数据，1980年前后，中国全部外汇储备最惨淡时只有区10几亿美元，有些年份甚至是净负数，靠借外债度日。198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是27亿美元，今天随便一个中国地级市的年度财政收入都不止这个数。整个中国兜里的美金还不够在今天的北京3环内买几栋写字楼，可当时要搞改革开放，买日本的化肥生产线，买德国的精密机床，买波音飞机，人家都不认人民币，只认美元。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蓝图画得再好，没有美元什么都是空。更要命的是，国家背着一个极其畸形、极其庞大的冷战包袱。从1960年代起，为了防备苏联的钢铁洪流南下，毛泽东搞了疯狂的3线建设，把大量军工厂塞进了四川、贵州、湖北的深山老林里。到了80年代初，中国养着超过400万人的正规军和数以千计的兵工厂，整个国家就是一台吞噬资源的战争机器，而且还是一台空转的战争机器，因为根本没有仗打，纯烧钱。于是，睿智的邓小平拍板了，不打了，搞经济建设。1985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出了一句被后来反复引用的定调：军队要忍耐，100万大裁军正式启动，裁掉100万人，省饭钱只是皮毛。最大的包袱是那几千家深山沟里的兵工厂，坦克厂没有订单，大炮厂发不出工资，最顶尖的军工专家在厂区里种蘑菇、养猪，生产电风扇来糊口，几百万吨防备世界大战的武器，天天在仓库里生锈贬值。就在中国急需美元续命的节骨眼上，老天爷送来了一个超级大礼包。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出兵入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打了整整8年，打成了20世纪最血腥的消耗战。一战式的堑壕战、人海冲锋、毒气弹，各种你以为只存在于历史课本的地狱场景，通通在波斯湾的沙漠里重演了。死伤人数保守估计超过100万。而战争的双方，萨达姆和霍梅尼兜里都揣着大把卖石油的美元现钞，但他们国内工业基础烂得一塌糊涂，连个像样的炮弹底火都造不利索。战争每天消耗的弹药是天文数字，他们迫切需要外部军火供应。可问题是，美苏2个超级大国因为各自复杂的地缘政治算计，都在有选择的限制对交战双方的武器供应。苏联在1980到1982年间一度中断了对伊拉克的军售，美国虽然暗中偏向伊拉克，但明面上说的还是搞武器禁运。欧洲国家虽然也在偷偷卖，但政治包袱大，议会监督多。这时候中国来了，一边是美元，仓库里压着如山武器，迫切需要硬通货续命的东方大国；另一边是兜里揣着几百亿美金，急需廉价武器填战壕的中东土豪。干柴遇上烈火，而且中国简直就是军火版的拼多多，100亿补贴还不退款。跟当时市场上的其他卖家相比，中国军火直接打出了一套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连招。首先就是极致的性价比，东西不仅便宜量大，操作门槛还贼低，皮实耐造。对于伊拉克和伊朗这种工业底子基本为零的国家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制的消耗品。但真厉害的是俺们那套极致的客户中立性，人家卖武器根本不跟你扯什么政治包袱，不在乎你是世俗独裁还是宗教神权，甚至根本不管你昨天是不是刚在联合国指着鼻子骂过中南海。当时只要你能掏出绿花花的美元现钞，我就敢两头供货，绝不站队。
主打一个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纯粹交易。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军火贸易数据库记录，在整个两伊战争的8年期间，中国向伊朗出口了大约接近2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向伊拉克出口了超过40亿美元，加上通过朝鲜、中转等间接渠道的灰色交易，以及大量未被完整统计的弹药和零部件贸易，学界和情报界的综合估算普遍认为，中国在两伊战争中的总军火销售额在60亿到75亿美元之间，这是1980年代的美元，按购买力折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200亿美元以上。而当时中国1年的全部外汇储备才20-30亿美元，这帮人在8年里光卖军火就赚了相当于当时中国2到3年全部外汇储备的钱。凭借这么多优点，中国军火在波斯湾直接杀疯了，赚翻了，对吧？但紧接着，一个极其现实的利益分配问题浮出了水面。当一门生意的利润率被战争催化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数以10亿计的硬通货美元像海啸一样涌入一个完全没有现代审计监督的黑箱系统时，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此时，那些最靠近权力中枢、嗅觉最灵敏的特权阶层，就像闻到血腥味的大白鲨一样，迅速入场了。这人咋还不来？再晚点，伊朗就打过来了，到底靠不靠谱啊？下次还是不要在网上乱找人了，还是求求美国吧。暗号：天王盖地虎，霍梅尼是250。这东西真和你网上说的一样，能打飞机？我可问过小平了，连他都不敢卖给我。你这东西从哪来的？不能打飞机，我卖它干啥？放心，上门送货绝对保密，全网无差评。你不会不想给钱吧？行，但是我这次就出这么多，再多了我就不要了。不是，你买个这东西都讨价还价，那你还在网上吹牛逼说你是中东现金王啊？没吹牛逼，就是第一次买，我不知道价钱。卧槽，你拿这么多你要多少啊？这购买10万个了。10万个？咋啦？嫌贵啊？不许反悔啊！过2天给你送过去。这是哪家的军火商？这么便宜？10万个？我不得征服中东？不对，应该是称霸世界。有个傻子订了10万个飞机杯，赶紧做，给他送过去，省得他反悔。这是啥？难道是导弹发射器？长得有点奇怪呀，真能给飞机打下来？当时中国从事军火出口的官方渠道主要有2条线，第一条是北方工业公司，归兵器工业部管。北方工业怎么赚钱呢？他们接到中东订单，下发给包头或者重庆的兵工厂，买钢材，排期生产，标准的制造业苦活。第2条线才是今天节目的绝对主角，保利科技有限公司，它直接对北方工业的整个运营模式实施了降维打击。保利1984年1月，它作为中信集团的子公司正式成立。但中信子公司这个名头只是一层精心设计的伪装，保利的真实身份是总参装备部的首要商业前台。但光知道他是军方的白手套还不够，真正让人后脊发凉的是他的人事安排。这套初创期的高管阵容，简直就是一张开国元勋家族族谱。如果当时有 LinkedIn， 这帮人的个人主页能把你吓到删 App。首任董事长王军，他爹叫王震，8大元老之一，曾任国家副主席，以铁腕治疆和火爆脾气著称。王军同时也是中信集团的实权人物，总经理是贺平，是邓小平的女儿，邓蓉的丈夫，本人是军队出身的少将军衔，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女婿王小潮，赵子阳的女婿王志华也曾在保利任职。你看，邓小平的女婿当总裁，王震的儿子当董事长，杨尚昆的女婿当高管，挂靠在总参谋部装备部的牌子下面，这不叫公司治理，这叫皇室联姻。这就是驸马爷们联手开了个皇家贸易行，货源是国家武库，客户是外国国王，你说这生意能不赚钱？好，前面咱们搞清楚了谁在卖和卖给谁，现在来聊最核心的问题，这高达数十亿美金的军火现汇到底是怎么赚的，又是怎么分的？咱们先从进货说起。正常做军火生意，你得下单给工厂，买钢材，排产能，一发炮弹一颗子弹的造出来再卖。北方工业走的就是这条路，标准的制造业苦活，利润有限，但保利的玩法完全是另一个次元。伊朗人要的货急，前线每天都在死人，根本等不了你开模排产。王军和贺平这帮人手里攥着总参谋部甚至更高层的调拨批条，直接跳过一切生产环节，去全国各军区的现役部队仓库和战略武器库里提货。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梳理，1986到1988年间，伊朗从中国拿到的那批59式和69式坦克，
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解放军自己的现役装备，直接从部队车库里开出来，刷上一层沙漠迷彩就装船发货了。一辆在国内体系里走内部调拨，账面上不过几十万人民币的旧坦克，装上货轮运到波斯湾，落地价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而且这笔账的性质极其特殊，它不是工厂制造出来的新增产值，它是直接把国家武库里的存量资产以内部调拨的白菜价拿出来，然后以国际市场的战时溢价卖出去。光是低价拿货，高价卖出还不够狠。80年代的中国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更精妙的印钞机——外汇双轨制。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官方汇率和市场汇率并行的双轨制，官方牌价1美元大概换3块多人民币，但黑市上美元的真实购买力能飙到1:7甚至更高。中东土豪拿着美元现汇来结账，保利收下这笔硬通货之后，转头跟国内的兵工厂、跟军区的后勤部门结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价？是官方的低汇率。所以同样1块美元，保利从伊朗人手里收进来的时候值7块钱的购买力，但转手在国内支付成本的时候只按3块多算，这中间凭空多出来的将近1倍的汇率差，就是一笔巨大的、完全合法的，而且几乎无法被外部审计穿透的隐形利润。到这一步，你可能会想，就算利润再高，毕竟是国企嘛，钱最后不还是进了国库？客观的说，大头确实回流了，保利是国企，军队那么多张嘴要吃饭，那么多兵工厂要续命，国防现代化需要从西方买技术，这些都是实打实的硬支出，宏大叙事的面子工程必须做足，吃相不能太难看。但问题在于，在那个连国家审计署都翻不开军队核心账本的年代，在那个军队经商被默许为自己养活自己，外汇流程政策给了军企巨大自主裁量权的年代，谁来监督从伊朗、伊拉克收进来的每1美元和最终上交国库的每1美元之间数字到底对不对得上？没人监督，也没人敢监督。这就引出了整个利益链条最水下、最隐秘的一环。那时候，为了规避国际制裁，促成那些见不得光的交易，保利和关联企业在香港以及海外设立了大量影子公司。这些公司完全处于国内审计体系的盲区，截留下来的美元现汇，以合法的居间代理费、海外业务拓展费、咨询服务费等名义滞留在境外。在国际上，哪怕在最阳光、最合规的国际军火贸易中，5%到15%的居间佣金都是全行业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更何况保利当时是手眼通天的绝对垄断操盘手，经手的是数十亿美元级别的现汇，而且交易对手是正在打仗，根本没有心思讨价还价的战争国家，哪怕只从里面抽出几个百分点沉淀到香港的壳公司账户里，那也是一笔惊人的数字。等到了90年代，中国开始搞市场化改革，离岸金融的口子越开越大，这些当年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海外小金库就顺理成章地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和股权代持，一步一步洗白，最终沉淀为特权家族名下的海外私有资产。到这里你可能会说，狗剩，你这不是在搞阴谋论吗？有证据吗？在一个连缝隙都没有的审计黑箱里去翻转账底单，确实不现实，但真相从来不会因为被藏起来就彻底消失。大家去找一本海外出版的书，叫《告别总参谋部》，作者罗宇是中共开国大将、前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儿子，他的真实身份是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装备处处长，大校军衔。总参装备部就是保利挂靠的最高实权衙门。罗宇亲自参与过保利军火出口的审批流程，跟王军、贺平这些人是从小在同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发小。罗宇在书里说，保利等军火公司赚来的海量美元外汇根本没有老老实实的全额上交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库，他们利用当时军队经商自负盈亏和外汇流程的政策漏洞，把天量的硬通货截留在香港的中资银行和驻外皮包公司的小金库里。这是当事人、经手人、亲历者的第一手证词。如果说罗宇的内部吹哨揭开的是这场军火盛宴的因，那么多年后一次堪称普利策级别的财经调查则彻底曝光了他的果。2012年，全球顶级财经媒体彭博社发表了一篇震动世界的长篇深度报道，标题翻译过来叫毛泽东战友的后代们成为了资本主义新贵。报道发出后不久，彭博社的金融终端业务在中国遭到了系统性封杀。彭博社调集了海量的海外企业注册文件、离岸信托记录和豪宅交易凭证，硬生生穿透了中共8大元老家族的资产版图。调查清晰地指出，包括王军、贺平在内的核心家族成员，在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天堂，早已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空壳公司网络，掌控着难以估量的隐秘股权与海外不动产。现在，请你把时间线捋一下，80年代初，这些人名义上还是每个月领几十块人民币死工资的体制内干部。那时候，中国连像样的私营经济都没有，普通人想做个个体户卖馄饨，都得提心吊胆。可仅仅过了10几年，到了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帮人居然在海外坐拥庞大的商业帝国和天价房产。在那个年代，中国国内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商业土壤，
能够让一个拿死工资的干部在10几年内积累出这种量级的海外资本，那么支撑他们撬动这整个海外资本版图的第一桶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讲到这儿，肯定已经有人憋不住了。狗剩，你光扒中国，美国就干净了吗？人家才是全球军火生意的祖师爷。你说的太对了，一点毛病没有。事实上，就在保利的驸马爷们在波斯湾闷声发大财的同一个历史窗口里，地球另一头的白宫也在上演一出几乎一模一样的军火暗箱操作，而且这出戏的精彩程度堪称美国宪政史上最经典的翻车案例之一。1986年，黎巴嫩贝鲁特一本叫《帆船》的小杂志捅出了一条爆炸性消息：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背着国会两院，通过以色列当白手套，偷偷摸摸向美国的头号死敌伊朗出售了2000多枚陶式反坦克导弹和霍克防空导弹。更骚的操作在后面，他们把这笔军火赚来的利润又偷偷转手去资助尼加拉瓜的右翼反政府游击队康特拉，而美国国会当时有明文法令禁止资助康特拉。也就是说，白宫干的这件事同时违反了对伊朗的武器禁运政策和国会的拨款禁令，左手违法，右手也违法，属于双线作死。消息一出，整个美利坚炸了锅，国会迅速成立联合特别调查委员会，听证会面向全球电视直播，几千万美国老百姓守在电视机前，看着国安会那个明星人物奥利弗诺斯中校被按在证人席上逐行拷问。这位仁兄在事发后疯了一样往碎纸机里塞绝密文件，塞到碎纸机过热罢工。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随即介入，前后调查6年多，最终11名政府官员被起诉定罪或认罪。里根的民调支持率从巅峰期的60%以上一路下坠，整个第2任期的政治资本几乎被这场丑闻烧得精光。现在请注意一个关键数字，美国这笔黑单的全部金额撑死了几千万美元。对于一个全球军火年出口额以100亿计的超级大国来说，这就是账本上的零花钱，一笔微不足道的桌下微操。但就是这么一笔零花钱级别的违规交易，在美国国内引爆了一场差点掀翻总统宝座的宪政地震。为什么？因为在这套体制里，有嗅觉比猎犬还灵的独立媒体敢挖，有在野党举着显微镜逐行审计，有独立检察官拿着法律授权跨部门办案，有国会山敢把听证会向全世界现场直播。你想在桌子底下搞微操可以，但你是在铺满了老鼠夹的卧室跳踢踏舞，一旦走漏风声，哪怕你是白宫红人，也能被当街扒到只剩底裤。反观中国调查记者，只能在东京思念着家乡的肉夹馍。但先别急着给美国颁发制度自信模范奖，这套纠错机制最终也烂尾了。1992年圣诞节前夕，老布什签署总统特赦令，把前国防部长温伯格等6名核心涉案人一笔勾销。独立检察官沃尔什痛斥这是掩盖真相的最后一幕，那些真正拍板决策的大佬全身而退，所谓的系统性问责，最后被权力的傲慢和党派的默契给消解了大半。所以这面镜子本身也是有裂缝的，它照出的是一个会漏光、会生锈，但好歹还能照出人影的问责系统。现在把这面有裂缝的镜子转过来，对准保利这边，8年时间，高达数十亿美元规模的武器装备向交战双方同时供货，一堆灰色金流流淌到不知道谁的口袋里面。但在中国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半个字，没有任何一个人大代表发出过一声质询，没有任何一个检察机关碰过这张账本的边角，没有任何一份独立审计报告见过天日。不是因为没有事实可查，而是因为整条信息链从源头就被焊死了。在一间连窗缝都不留的铁屋子里，这门生意安安静静运转了10几年，外面的人甚至不知道屋子里面有声音。倒卖旧坦克只是拼多多不退款级别的高级军火倒爷，真正把这帮人写进国际安全史的是向伊朗出售战略级反舰导弹。两伊战争后期的袭船战，本质是双方都打不过对方，开始互砸对方的经济血管。那时美苏的默契是绝对不能让伊朗拿到这种能掀翻全球石油供应链的底牌。但这道超级大国划出的地缘红线，在保利眼里就是完美的垄断溢价，别人因为政治包袱不敢卖的空白市场，利润才最暴利。于是长7、8米，装药500公斤，一发能把万吨油轮送进海底的中国海军看家货残式反舰导弹，经朝鲜等国渠道交到了伊朗手里。1987年10月16日，伊朗一发残式直接命中美籍油轮海上岛城号，炸伤了美国船长，结结实实抽了美国海军一耳光。气急败坏的美军在3天后炸毁伊朗2座石油平台作为报复。面对打捞上来的汉字导弹残骸，中国外交部上演了祖师爷级的甩锅操作，先是声称指控毫无根据，美方拍出铁证后，又改口辩称可能是伊朗从黑市或朝鲜买的，与中国无关。一套需要复杂雷达、制导配套、庞大发射阵地才能运作的战略级武器系统，非说是从国际军火地摊上淘来的。这就好比在你家查获了一整套完整的 ICU 重症监护设备，你硬说是地摊上买的。等一会儿朝鲜给我把导弹拿过来，我也能炸船了，到时候把锅甩给伊朗，反正他们前2天刚炸了一个。
送导弹的吧，快进来吧。霍书记，你再把胡子剃了，思密达。霍梅尼有事儿，我替他当2天书记。你别管那么多，你爸呢？我爸年纪有点大了，不方便，思密达。就送个货，有啥不方便的？因为美国查得严，现在只能藏身上带过来，思密达。我看你也没带在身上啊，快拿出来我看看吧，别又给我什么导弹发射器哦，我必须看到导弹。哎，你这是干啥？咋脱裤子呢？我在拿导弹，思密达。这也能放进去的吗？要不算了，这朝鲜人太残暴了。呼，终于拿出来了，验货吧，思密达。不验了，你们不问我多收运费就行，我怕退货再退出人命来。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极度防备受过西方军事训练的伊朗正规军，为了制衡他们，他另起炉灶，成立了只效忠自己的武装伊斯兰革命卫队。但在2伊战争初期，革命卫队只是一帮被宗教狂热洗脑、没有重武器的民兵，战斗力约等于一群拿着 AK-47的愤怒学生。霍梅尼的算盘是让正规军去前线当炮灰消耗掉，同时拼命给革命卫队升级装备。他需要武器，非常的需要武器。虽然那时候有美国禁运令，但是几乎半个地球的军火商都排着队给伊朗送货。下面说说2伊战争期间伊朗军火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及其大致占比。根据科德斯曼引用的美国情报界数据交叉 CIPRI 数据库整理，第一大股东是东欧集团，约占43%，金额约38.35亿美元。这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等苏联卫星国。苏联自己碍于面子不直接卖，至少前期不卖，但他默许甚至暗中推动自己的小弟们把苏制装备转手倒卖给伊朗。第二大股东是朝鲜，约占27%，金额约23.85亿美元，这里也含了中国经朝鲜中转部分。CIA 评估，1982年朝鲜一度是伊朗最大的单一武器供应国，当年仅朝鲜一家的军售额就达到8亿美元。朝鲜卖的东西五花八门，既有自产的苏制装备，也充当中国和苏联不方便直接出面时的白手套中间人。第三大股东是中国，直接出口部分约占21%，金额约18.45亿美元，但这只是账面上看得见的部分。CIA 评估，1983年中国成为仅次于朝鲜的伊朗第二大武器供应国。这一年，中国签下了4.44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中国的第一笔有据可查的直接军售是1981年的107毫米火箭炮，此后逐年攀升，到1986年，中国和朝鲜并列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来源。表面上看，中国在伊朗2伊战争期间的军火份额占21%，位列第3。但这其实是一份严重缩水的公开财报。刚刚说了，报表上占据27%份额的第二大供应商是朝鲜，但以朝鲜当时的工业底子，根本吃不下1年8亿美元的巨单。美国中情局的解密报告早就点透了，朝鲜干的其实是中苏不方便出面时的白手套转口贸易。保守穿透一下股权，这27%里至少有1/3，约8亿美元，本质上是中国兵工厂的产能。最典型的蚕式反舰导弹就是中国制造、平壤过水贴牌、德黑兰收货的操作。其次是海量的表外资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口径，专盯飞机、坦克、导弹系统这些高净值的固定资产，却把战争中最烧钱的耗材炮弹、子弹、火箭弹和地雷给漏了。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常规弹药出口国之一，中国在这块闷声发大财的真实流水，往往是主战装备的数倍。把朝鲜待发货的暗箱利润、未计入系统的天量耗材，加上根本没法估值的技术转让，打包折算，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实际综合贡献份额，大概率已经与东欧集团并列第一大股东。而且我还看到好多匪夷所思的供货商，利比亚的卡扎菲豪掷9亿美元加30枚飞毛腿导弹，主打一个带资进组的地缘慈善；叙利亚的老阿萨德甘当苏制武器二传手。最魔幻的是以色列，为了让伊朗死磕伊拉克这个心腹大患，硬是捏着鼻子通过中间商给伊朗输送美制武器的零配件。韩国人也没闲着，忙着赚伊朗 F4 战斗机的维修外包费。整个冷战阵营加上一帮地缘机会主义者，为了美元排着队给这只集权怪兽喂饭。但在所有这些疯狂的套现者里，中国的操作展现出了极其恐怖的战略纵深。别人都在暗箭卖鱼，只有中国连带着输送了渔网图纸。80年代的中国军工远没有今天能打。保利和北方工业的操盘手们心里门儿清，自家这种便宜但粗糙的低端硬件极易被平替。一旦伊朗缓过劲来，肯定转头去买苏联的高级货。为了防止客户跳单，他们祭出了商业世界最狠的招数——生态绑定。中国破天荒地开始向伊朗输出全套军工解决方案，卖火箭炮，顺带帮你建生产线；卖导弹，
连带转让组装设施和固体燃料推进器技术。一旦伊朗的国防工业命脉用上了中国标准，它就被彻底死锁在这个技术生态里了。拿到全球武器的革命卫队，战后不仅在军事上彻底碾压了正规军，更是顺着建立起来的军工生产线一路向上游狂奔。他们借着战后重建的借口，顺势接管了伊朗的重工业、港口、通信甚至建筑业。今天这帮人已经掌控了伊朗经济命脉的1/3以上，成了一个军事、经济、政治3位一体的超级集权巨兽。之后革命卫队成了中东最大的军火孵化器，把导弹和无人机技术的火种分发给了他庞大的代理人网络。黎巴嫩真主党拿到了基于中国 C802 魔改出来的努尔反舰导弹，巴勒斯坦哈马斯学会了怎么用钢管手搓火箭弹，而也门胡塞武装更是个集大成者，手里攥着糅合了中国反舰图纸、朝鲜弹道技术和俄罗斯底子的各种复合变种大杀器。所以你看，今天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国际商船，硬扛着美军护航编队打，你把那些导弹的残骸拼凑起来，它的技术族谱简直就是一部冷战末期的黑市交易史。这里面有苏东集团的幽灵，有平壤的影子，当然也少不了几十年前从东方送出去的那几张核心图纸。到了1998年，一纸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禁令正式下达，保利开始与军方脱钩。从宏观国家利益来看，这确实是值得肯定的壮士断腕。它标志着中国开始认真对待国际防扩散条约，顺应加入 WTO， 融入全球化赚安稳钱的大趋势，是国家理性的回归。但如果你以为这道禁令的核心驱动力仅仅是反腐败或良心发现，那未免太天真了。这场禁商令的真实底色是这门生意的底层逻辑彻底崩盘，失控的利益机器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实质性威胁。首先是外销基本盘的彻底烂尾。1991年海湾战争，全世界在电视上眼睁睁看着美军用降维打击的方式，把萨达姆高价买来的中国69式坦克当活靶子打。中东土豪们瞬间清醒，这玩意儿跟美国货比，简直就是拿夏利去跟奔驰碰碰车，完全不是一个物种。中国武器的海外订单断崖式下跌。与此同时，冷战结束后，美国全面收紧军控，绞索越勒越紧。1996年，美国联邦特工开展钓鱼执法，在加州破获了保利和北方工业代表涉嫌向美国本土走私2000支全自动 AK-47的大案，让他们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和法律成本已经极度烫手。当国外的军火不好卖了，这帮拥有特权且胃口早就被撑大的军企大鳄就把枪口对准了国内，动用军舰、军机大搞特权走私。在震惊中外的湛江特大走私案以及随后的厦门远华案中，背后交织着密集的军方和武警的影子。挂着军牌的走私车队，海关根本不敢查，导致国家税收断崖式下跌，严重侵蚀了国家税基。正是这种体制内腐败与全国性走私潮的双重反噬，逼迫高层在1998年做出了政企和军企彻底分开的艰难决断。之后以保利为代表的操盘手们，在脱离军方序列重组为正规央企后，带着早期在黑箱中积累的雄厚资本与权力人脉，精准踩中了1998年开启的房地产全面市场化改革风口。他们迅速将资金倒灌进国内合法且利润更加丰厚的民用基建蓝海，毫发无损且极其丝滑地完成了从国际灰色军火商向国内现代商业巨头的资本形态转型。打开今天保利集团的官网，那句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的 slogan， 配上砸重金拍回来的圆明园兽首和高大上的艺术博物馆，确实把主旋律拉到了满格。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来不会因为换了身定制西装，洗净了手上的硝烟就被彻底漂白。当我们感叹波斯湾冤死的海员，2亿绞肉机里化为灰烬的年轻生命，甚至今天德黑兰街头因未戴头巾而丧命的女性时，必须认清一个残酷的事实，正是当年那场毫无底线的军火盛宴，完成了对今天中东这头集权巨兽的底层硬件孵化。不过这口沾满血的黑锅绝不能只扣在一家头上。回望那个冷战末期的疯狂赌场，这本质上是大国们集体作恶的狂欢。华盛顿的政客、莫斯科的寡头、欧洲的军火掮客，无一不在精打细算，用中东的鲜血兑换本国的美元。大国们曾经对技术扩散的傲慢与短视，最终化作了刺向自己的利刃。当年为了换取外汇而倾销出去的底层军工图纸，一旦脱离了原主人的掌控，便在中东的宗教狂热中野蛮变异。40年前，这波技术输出是为了给一个封闭贫穷的东方大国搞钱。40年后，当中国已经蜕变为全球最大的实体贸易巨兽时，胡塞武装手里那些承载着东方技术基因的反舰导弹，却正精准而死死地扼住红海这条维系中国商品通向世界的经济大动脉。这段发生在全球化前夜的灰色暗战，给所有自作聪明的大国上了一堂极其昂贵的地缘政治课。在国家利益的赌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无本万利。当年用他人的鲜血套现的快钱，迟早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会连本带利的偿还。
shall be. When I get my civic clothes on, no more soldiering for me. No more church parades on Sunday. No more asking for a pass. I shall tell the sergeant major to stick his passes up his brows. When this bloody war is over, oh, how happy I shall be. When I get my civic clothes on, no more soldiering for me. Happy I shall be when I get my civic clothes.